各位观众，大家好。本周，全球第一个基于比特币资产的企业，也就是 Strategy， 获得标普 B 减评级，这是第一个数字资产储备公司，也是最重要的数字资产储备公司，首次获得官方信用评级。那么这件事情怎么看 ？B 减评级是一个什么样的评级呢？坊间可能存在这些不同的看法，所以本期视频我们对此事做一个分析。整体上讲，就是标普对 Strategy， 也就是以前的微策略，给予了一个 B 减评级，并且维持稳定的展望。这件事情是有两个层面的意义，可能两个层面我们都不能忽略。第一个是 B 减评级并不算是一个很高的评级，严格意义上讲，它是属于非投资级，也就是我们讲的投机级，市场上俗称就是垃圾资产。所以这个评级不是很高，标志着 Strategy 依赖比特币单一资产的经营模式受到了传统评级机构的风险警告。但是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标普首次认可将比特币作为结构化债务和优先股的担保资产，有利于推动数字资产企业融入传统的融资体系。也就是说，虽然是 B 减评级，但是它已经得到了权威评级机构的评级，所以标志着比特币这一类数字资产已经像房地产和股票一样，可以作为抵押品去获取融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它是传统的评级机构对加密货币市场的一种肯定。因此这件事情的意义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那么这一次 Strategy 的比特币战略，它的亮点在什么地方？风险又在哪里？为什么标普会给它一个风险警告，给这么低的一个评级呢？所以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 Strategy 呢，它定位是比特币发展公司，所以也就是我们讲的数字资产储备公司的鼻祖，叫 Digital Asset Treasury DAT 这一类的公司就是从它这里开始的，核心业务就是围绕比特币来展开的，主要是通过发行股票、优先股以及可转债等方式融资来购买并持有大量的比特币。那么高比特币的持仓构成公司最大的优势，也就是说公司的钱它背后是由比特币来支撑的。如果你看好比特币的话，它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但是同时也带来资产集中的风险。在过去这2年比特币市场的牛市当中， Strategy 的股票价格往上飙的时候，股东都受益，市场展望看好的时候，它就给它带来好处。但是如果比特币处于熊市，它就会给它带来风险。所以这种单一的业务模式会限制收入的多元化，增加经营的波动性。而传统上它的软件业务的现金流非常有限，难以独立支撑企业的价值。因为现在它软件的业务在它700多亿比特币市值面前的话，基本上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就只有几个亿的收入。因此 Strategy 这家公司的企业价值高度依赖比特币的市场价格波动，所以它面临着显著的巨大的市场风险。那么我们要理解这个评级的结果呢，首先就要简单的概述一下标普它的 B 减级的评级含义。我们一般就把评级公司标普或者穆迪，虽然他们用的术语标准稍微有点区别，但大体上类似，就是 3A、2A、1A、3B、2B、1B 这样。C 基本上就是违约级了，这个企业已经到了崩溃或者破产或者债务违约的状态。所以1B 的其实就是很低的评级了，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前4类就是 3B 以上的我们叫投资级， 2B 以下的我们叫投机级。 Strategy 获评的级别是 B 减，这就属于很低，相当于有比较高的信用风险，说明公司的财务状况很脆弱，但是还没有到违约的状态，目前还是可以履行债务义务的。而他用了一个减号来调整它，说明它是属于 B 类里面又比较弱的，所以风险还是蛮高的。通常我们说市场专家会评估这种级别的债务属于高收益债务，也就是垃圾债，就是高风险高收益，那违约风险约为 15% 左右，说明公司虽然大量持有比特币，如果按照公司的老板 Mike Saylor 的说法，就是公司比特币的现在的抵押对股息的保障可以支撑到100-200年，就算比特币跌掉 75%， 公司依然能够支撑优先股的利息到37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麦克塞勒对公司的前景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从评级公司的角度看，出于提示风险的目的，他们认为公司的资产过于集中，公司大量持有比特币，但是它面临市场和流动性冲击的威胁，就是你手里的现金流可能不够，市场价格的波动又太大。
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风险。整体上讲，从3A 到3B 是属于投资级，投资级就是属于质量比较好的，代表较低风险，借贷成本较低，获得机构投资者的认可。而2B 以下的这种就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它就开始承担较高的风险和成本，所以机构投资基本上是不会把它列为投资标的的。所以高级别的资产，机构投资者就能大量参与，而投机级的垃圾债这一类的，基本上机构投资就不会参与。所以这样的话，它就会提高它的借贷成本。所以我们看到 Strategy 它发行的优先股，基本上股息都在8%到12%的区间里面，它也体现了市场对它的风险评估。所以 B 减的评级属于非投资级的低端的位置，显示企业面临重大风险，融资渠道受限，需依赖加强管理和市场环境的支持。也就是说，比特币要上涨就没问题，比特币如果出现大规模下跌，那公司就面临比较大的压力。那么标普为什么对 Strategy 给予一个 B 减这样的评级呢？他认为 Strategy 这家公司存在着这样一些核心风险。首先，比特币的资产高度集中，业务结构单一，缺乏资产的多元化。第二，货币错配引发美元流动性风险，影响短期偿债能力。也就是说，你的资产端都是比特币，而你的债务端都是美元，所以你如果把比特币看成一个支付手段的话，很明显这两个是不匹配的。当然，美元的价值是稳定的，而资产端比特币的价值它很明显是不够稳定。第三，比特币的价格波动又大，所以它导致调整后的资本充足性受挑战。然后主营业务现金流较弱，限制内部资金来源，也就是说这家公司现在传统的软件业务基本上已经小到忽略不计了。而按照 Michael Saylor 的设想呢，公司基本上慢慢就脱离那部分业务，转型为比特币的战略储备公司。另外，它高度依赖资本市场持续融资，融资稳定性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在2020年到2024年发行的可转债到期时间基本上在2028年以后，但是如果到了2028年，公司必须面临着要偿还到期债务，它势必需要进行再融资。那再融资的压力就比较大，因为当时的市场条件是否支持你再融资，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所以这个是它的风险。但是标普同时给予它稳定的评级展望，这个稳定的展望实际上是假定公司维持严格的债务管理纪律，以及资本市场的资金流比较通畅的情况下，如果公司一旦遇到在资本市场上再融资或者资产端的价格大幅下跌，那公司有可能就面临信用状况恶化的风险。所以这则新闻对 Strategy 来讲，严格意义上并不算是一个很正面的信息。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 Strategy 获评标普的 B 减评级，象征着比特币等数字资产首次纳入传统信贷框架，并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信用评级公司的认可，开启了数字资产担保融资的新时代。所以这与摩根大通接受比特币和以太坊作为贷款的抵押品在逻辑上是很相似的，就是它代表着放贷的主体已经开始接受加密货币，而这则新闻代表的是信用评级机构开始接受这些加密货币构成抵押的这些资产，并对它给予信用评级。所以信用评级的高还是低，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跟你的抵押的充足性、资产价格的波动性是有关系的。但是它标志着传统评级机构已经接受它了，它标志着比特币资产作为连接传统金融和数字经济的桥梁，推动风险提示向实际融资支持的转变，促进资本市场认可数字资产担保融资的可能性。另外一方面，这种评级的发布也成为比特币本位融资的催化剂，促使评级机构适应数字资产商业模式，为企业结构化债务注入数字新动能。所以它一方面有一个桥梁，一方面有一个催化剂的作用，标志着评级机构将对加密货币资产的评级进入一个新时代。他们已经开始关注这个赛道，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很明显，传统资本市场对 Strategy 的比特币战略还是存在很大疑问的，所以除了标普给它 B 减的评级，另外一则新闻也与此相关，就是 Strategy 没有被纳入标普500指数，这是美国最重要的股价指数。标普500呢，基本上是用市值和流动性的标准去筛选股票的，但是同时它希望你这股票有一定的稳定性。那么 Strategy 作为一家高市值的公司，它的市值和流动性的标准都符合，但是却没有被纳入标普500，原因就是跟刚才评级的逻辑一样，资产高度依赖比特币，风险特征显著，采用非传统商业模式，缺乏多元化，所以它如果没有纳入标普的话，就限制被动资本流入的机会，
也就是说那些指数基金就不会去买它。如果它成为标普的成分股，主流的资金，特别是那些 ETF 跟踪指数的基金，就会有大量资本流入去买它，也就标志着或者主流传统渠道的认可。而美国的另外一家券商 Robinhood 今年也是在风口浪尖上。Robinhood 是美国很重要的一家股票经纪商，因为它主推把纳斯达克的股票都上链以后在 Robinhood 上面进行交易，所以 Robinhood 其实也是涉区块链的券商，但是它传统上是一家证券经纪公司嘛，所以 Robinhood 有多元化金融科技平台的身份，商业模式稳定，覆盖广泛人群，符合标普的风险偏好，所以被成功纳入标普500。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纳入 ETF 等主流金融资本的青睐和认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看到说 Strategy 在纳入标普500的努力上失败了，而 Robinhood 则成功了，反映了市场对这两类公司的不同的认可程度。所以我们如果是作为投资者，如果你要去考虑买这个 Strategy 的公司的股票，就你需要全面识别 Strategy 目前可能面临的5大关键风险，从而进行更加审慎的决策。第一个风险是要关注比特币的高波动对资产的价值和流动性的影响。第二是要特别关注2028年的这个节点，因为在2024年以前 Strategy 发行的可转债到2028年以后就开始陆陆续续到期了，所以它必须要确保持续且稳定的融资渠道支持，否则的话 Michael Saylor 就需要出售他的比特币才能够还债。第三就是频繁发行股权带来股东的股权的稀释的风险，影响投资回报率。因为 Strategy 融资战略中，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ATM 股票发行，叫 At the Market Offering， 就是按照二级市场的价格实时发股票。特别是股票价格估值高的时候，股票价格一估值高有溢价的时候，公司就会发股票稀释股权，这样的话对股票的持有人来讲是一个潜在的稀释的风险。第四，我们需要关注可能的监管变化，因为你单一持有比特币资产的话，你面临的监管压力是比较大的。一个上市公司如果监管部门改变了会计准则呀，或者改变了税收的征收方式，甚至对你持有加密货币的资产会有一些业务层面的要求，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就会给你公司带来一些风险。第五个风险是它没有能成功纳入标普500指数，作为一个大公司没能纳入标普指数，就意味着它在二级市场上有相当一部分主流资金没有办法进入它，限制了它的市场流动性的提升。但是这次这件事情对整个信用评级行业来讲，它是有利有弊的，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 SWOT 分析，优势、劣势、机会、威胁，从这几个角度对评级行业来做一个评估。标普和穆迪这种评级公司，它的优势是有广泛的市场认可度，评级方法成熟，历史数据支持也很充分，而传统体系又强调风险治理和透明度的标准，所以这样可以给投资者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一个基准。它的劣势就是传统的模型可能会忽略区块链上透明和即时价格机制的优势，评级呢无法充分反映去中心化的风险分散的特性，评级体系可能也难以适应加密货币市场快速变化的动态风险等等。所以传统评级机构它有它的优势，就是它基础好、信用好、有数据；它的劣势就是对这个行业、对这个新的评级对象，它可能不完全熟悉。我们知道历史上评级机构也有很多掉链子的时候，例如20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那些高风险的次级债券很多都在穆迪和标普那里获得3A 级的评级，所以表明了评级公司也有自己的软肋，所以有它的优势有它的劣势。那么对整个行业发展来讲，面临一些机遇也有一些威胁。机遇就在于评级公司可能可以借这一次机会建立一套专属于加密货币的评级体系，以便将来能够更准确的评估与加密市场相关的真实风险和价值，能够融合链上数据和实时的价格机制，提升行业的精准度，加大行业的透明度，增加评级的可信度等等。那么威胁在于传统评级体系的适应性不足，可能导致对市场的误判，使它的评级结果不匹配加密货币市场的风险，从而影响评级公司的行业信任度。如果它的评级结果不客观的话，也可能引发市场对评级公司的信心受损，乃至影响对加密货币市场的评估。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这次标普给 Strategy 的评级，也就是2句话。第一句话是可以看作是对 Strategy 等 DAT 公司单一资产储备的一种风险警告。第二，同时也代表着传统评级机构乃至传统金融体系
对于加密货币作为衍生金融产品背后的支持资产的一种肯定。这件事情潜在的意义是正反两个方面的，所以我今天也是快速对这则新闻做一个简单解读，希望能给大家启发。感谢您的关注，咱们下期再见。